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海军官员鼓吹要向长江或珠江布设水雷。这个事儿呢还真的不能当笑话听。上个月呢，美国海军研究所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据说呢这篇文章获得了由水雷战协会赞助的海军水雷战征文比赛的1等奖。作者维克多·杜诺是这么写的，说解放军海军的反水雷能力不强，主要集中在港口或海岸附近的反水雷上，所以他认为呢，进攻性水雷战可以破坏贸易和石油供应，危及中国经济，从而迫使中国在不利的条件下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水雷呢是美国人发明的，独立战争期间的1776年，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设计出了西方的第一颗水雷，炸沉了英国的希波拉斯号战舰。所以呢，谈到水雷美国人还是很自豪的。顺便说一句，潜水艇也是美国人发明的。我们来看看美国海军的这位军官打算往长江或者是珠江口布雷是一种什么样的脑回路。一般来说呢，布设水雷有进攻或防御两种目的。防御性的布雷是为了阻止对方的优势海上力量进入到自己所控制的水域。一般来说，这种手段呢都是弱势的一方使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沙皇俄国因为没有强大的舰队，在海上吃了很多亏。为了防止德国舰队接近圣彼得堡海域，俄军呢在里加湾这些地方大量的布设水雷。沙皇俄国著名的海军上将，被列宁称之为穷凶极恶之敌的高尔察克，就是一名水雷战的专家。另外一种做法叫攻势布雷，就是进攻的一方主动的向对方的战略水道投放水雷，阻止对方的海军机动或者是商船的航行，来达到扼杀对方的海军力量，破坏对方商业或航运的目的。美国有很多攻势布雷的案例。越战期间，美国用水雷封锁了北约的不少港口。那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崛起的海上大国，一个海军强国和国际贸易大国，美国人想到水雷战呢，倒也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不过无论是水面舰艇、潜艇还是飞机，如今想要偷偷的到中国来布设水雷，那都是天方夜谭的。所以有人警告说美国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布雷，这就绝不是一个可以当笑话听的故事了。美国在无人潜艇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的努力。最近呢，波音公司研制的虎鲸无人潜艇刚刚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这种无人潜艇的航行距离可以达到上万海里，也可以说，如果美国海军从关岛基地把它放出来，航行到珠江口或者是吴淞口都是可以做到的。无人潜艇的体积小，噪音低，很容易穿过反潜网，它可以每天冒出来一次，把天线伸出水面，通过卫星接受指令，然后再继续执行下一步的任务。以美国工业能力，制造看不出型号或国别的水雷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用虎鲸潜艇把这些水雷扔进中国的黄金水道，我们就是想要追责取证工作都是相当困难。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水雷封锁珠江口、长江口当做一个笑话来听。应对水雷战无非也是攻防两种手段。从防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对反潜网进行进一步的升级改造，让它具备对抗无人水下潜艇的能力。当然了，防御总是被动的，进攻往往比防守更有效。每个人如果要使用无人潜艇来我们这里布设水雷，我们也可以效仿我们也可以用无人潜艇把水雷放到诺福克、圣地亚哥这样的海军基地去。中国在无人艇研发方面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像虎鲸这样的大型潜艇我们也可以造出来。对比中美两国的现有的造船能力，假如双方真的打起攻势布雷战来，讨饶的是谁，恐怕还不好说呢。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